漂亮水灵灵地抱着鲜花来了。忙着拍摄品牌物料的王一博，这次居然收到了森系抱抱桶花束，绿色满天星，好看又富有生命力。果然品牌很懂他的喜好。近日总有人拿王一博没库存说事，真是逗乐了。没库存，这正是他影视生命力的注脚，库存低，可是不妨碍王一博作品转化率高到炸。别人整天泡在剧组，一部接一部，可是播出来后半点水花没有何意义。而王一博拍一部火一部，电视剧追风者，全网口碑3爆，超110轮上星，直接进平台财报当门面。电影从小透明时期至今的作品都能给你拉出来。无名热烈长空口碑，票房奖项大丰收。金鸡华屌双提名是吃素的吗？全能开花。就连 Discovery 的纪录片探索心境都能拿全球纪录片泰利奖金奖，开辟出一档全新个人纪录片先河。拍的作品都能端上台面，端上台面就能响当当全球播放，这不是顶端转化率是什么？某些人压箱底的宝贝，敢不敢都抬上来溜溜，别是5艘了吧？王一博是王一博，别人模仿不来，眼界跟格局已经不是一个段位的，他是在整合资源，为我所用，别人是依赖资源，能一样吗？没法比影视圈，怕什么鸡呀？故事过时，服化道变土，演员爆雷，政策收紧。王一博拍的从拍到播，短平快资金速回笼，投资方数钱数到手软，信心嗷嗷涨。观众永远有新鲜热乎的作品，期待再看看那些库存专业户项目，拍一堆深宫冷院锁几年，意义何在？画饼充饥，哼还是给废品站储备资源问渠，哪得清如许？唯有源头活水来，王一博就是那口真活泉。它给我们带来的就是绵延不断的新鲜，才会作用这么庞大的人气，不会局限于一出步履不停，创造无限可能。现在探索心境2拍完待播，人鱼即将登场，热烈成就双提名，无名 4K 重映在展光影长空，八一档再显锋芒，这哪是涓涓细流，分明是后浪推前浪，活水滔天巨浪。除此之外，王一博铺天盖地的代言接踵而来，多领域开屏，赛车手带来无限商业价值，香奈儿全球地广，都要打造出体育休闲风，这就是王一博的魅力所在。再看下接下来王一博一个生日，可是多方乐开花的时刻，各地应援方式五花八门，台面仪式感拉满，这人气果然没法比那些小透明们。如果你有王一博这本事，拍得动上得快，播得爆奖拿得稳，绵延不断的新鲜佳作就是他的库存。与其操心他没存货，不如问问那些积压大户，你们的货是打算留到博物馆展览吗？王一博的赛道活水奔腾，要什么库存？源头不断，活水不竭。其实在前几年好像心里都只有工作，但慢慢又觉得自己的人生也是需要去重视的吧。我就想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做的过程中开心。既然我做的是喜欢的事情，那也不是说所有喜欢的事情都会很顺利的去完成的。在我学街舞的时候，我想去学的时候，我父母也是拒绝的。8、9岁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个记得很清楚，是在冬天，然后我在医院里打吊针的时候，在电视上看到了一个街舞比赛，我好像说我一定要学这个，我非常喜欢。那时候我就一直坚持跳舞，非常坚持，整个暑假我从下午的1点跳到晚上的9点，一直都在跳舞。如果不是我父母看到我的这份坚持，我在舞蹈上的天赋，我也不会成为现在的我不相信我没有办法完成，但是我只是知道是时间的问题。其实我小时候上学的时候，我认为还是相对独立的。每天我放了学之后回到家里都是没有人的，父母给我做好饭，我拿饭去微波炉里热一下，然后自己就吃掉了。来到北京是挺开心的，因为是离开了家乡，过了一个群居的生活，每天和室友过马路去练习，我也会觉得啊，我出来了，我很开心，也没有想念家里的时候。你12岁从家乡来到北京，后来从一个舞者和歌手又进入一个演员的行业里，
可能处处都是未知啊。你究竟如何看待这种未知？我觉得，因为我从来就没有去想过后果是怎么样的，好像我对于未知不会有那种恐惧，因为好像我也一直都很喜欢去尝试新鲜的事物，就像我们这样的节目，我明知道它有危险，它有剧毒，但是又很愿意去接近它，去观察它，它就很安静的在那个很小的一个树枝上一直待着，一动不动的。而且我也本身喜欢绿色，太漂亮了，太美了。我从来好像都没有一个具体的目标，说我想要成为谁，我的未来会怎么样，然后我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，好像都是随着自己的心去在走。如果生命是这座山，现在27，那就是刚起步呗，我现在坐着的地方。如果这个山峰一直很高，我觉得会一直爬上去，如果有能力的话。跳舞作为你第一个梦想，你现在已经超出预想的实现了。那么接下来，下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在哪？那第二个节点可能就是在身份上的转变，去做到了演员。最大的一次节点可能还是通过无名吧，开始，这是真的走向了电影的一个领域。我为什么要主动的想要去做这件事？没有原因。其实有的时候只有自己心里那一刻，对，才会感受得到。对，往往我们特别纯粹的喜欢就是对，不用去说出为什么会喜欢。对，它就是一个过程中，然后可能遇到困难或者你成功的那一刻，你心里有感触，有喜欢，但是你其实没有办法用文字表达出来是喜欢什么。我会是属于一种完美主义者吧。我觉得这次是对我来说是比较遗憾，不是特别完美的。你觉得就是人的这个活着，它是有没有意义的？当然有意义，你要把自己的人生活得更加有意义。对的，你看的越多，你看到的东西越不一样，你思考的东西就越不一样，你活得就越有意义。而且我也不想等我老的时候，什么有意思的回忆都没有，自己做才能感受到。其实登顶的风景能想象到，而且大家都有手机嘛，都可以查得到，但是只有到达了这一刻才知道，手机里的照片其实是没有办法还原眼睛里的这种震撼的。登顶的过程会很享受，你所有的痛苦到达了顶峰都会消除掉。我觉得只有痛苦越多，你的开心就会越多，成正比。登山跟我们的人生是很像的。很辛苦的到达了人生的顶峰，你看到了一些风景，那有的时候还会继续挑战自己，想往更高的山上去爬去看，那都是一种挑战。你有可能就摔下去了，也有可能你看到了最好的风景，然后又下来了，就跟我现在的演艺工作可能会比较像。如果你很顺利下山了，那可能也就年纪比较大了，很难说到那个时候会不会怕，但是我希望我能保持好心态，享受我在顶峰的时候，回忆起在顶峰的时候那种美好。所以我觉得想开一点，可以把那些很美好的回忆留在自己的脑海里，享受所有的过程。对，我觉得可以尽可能努力的让自己去登更多的山吧。对。